湾的关税大难，现在20%加 N 正在迎面袭来。虽然政府一直要大家好像不用太关心，没什么事吗？可是厂商都已经面对了一个灾难级的生死存亡，几乎活不下去。最惨的灾难，到底暂时还有暂时吗？还有别的内容还没有公布吗？惨输日韩。韩国因为这样关税谈下来的关系，让他的李在明他在国内的民调大涨。那么虽然石破茂一度也谈得不被满意，但最后他争取到了不会叠加的关税。但台湾呢，《纽约时报》形容台湾因为关税倍感焦虑，赖总统政经压力加剧。因为反观我们最重要的竞争对手日韩达成的汇率呢，直接税率啊，的确都低于台湾，而只有台湾这样在涨台币哦。那进一步削弱台湾整个出口竞争力。台湾的想法，老外都觉得美国是我们最大最严重的市场，好依赖啊。结果不确定性使得部分的台企开始怀疑自己要如何撑过之后的几个月呀。因为总统一直叫大家正面看待，记得吗？那现在到底如何正面法？我们还有没有没公布的黑箱等在后头？台湾的关税其实不是20是30吗？邱毅是这样算的了哦。本来10几个国家，像欧盟啊、日本啊这些都是没有叠加关税的。其实我看一看这个清单里头有40个国家，但这一来一往，我们差了多少？台湾的传产有些毛3到4的毛利呢，关税有些是0啊、3啊、4啊、5啊，或者是10啊。如果10的话，往上一加，不就是30了吗？关税高达30，企业根本没办法竞争，也没得活。尤其是大家都在看呢，如果这个关税这么高，大陆的市场如果再停掉 ECFA 的话，那就是雪上加霜。抗中保台这张牌，其实现在世界各国如果跟美国在谈判上不利的，几乎都转往不管是大陆或其他的市场。但台湾偏偏是没有这条路可以选吗？那跟川普这样谈到这样。当然有人说要跟美国媒体曝光哦，要这么做，只有拍马屁不行啊，只有砸钱不行啊，如果全部听话不行啊。有一招，这个是游说顾问说的，川普啊很重视跟其他国领袖的私人关系，而且把他视为是自己的交易撮合者，所以墨西哥就是厉害的啊。他说，领袖之间直接对话就可以取代对抗。但台湾有可能由我们的赖总统出马，直接跟川普会面吗？看起来难度很高。我们光是要过境就被啪啪打脸，说完全不让他有入境的过境的机会吗？而川普认为呢，现在各国关税谈判涉及的军费、军港这些贸易绑国防，华盛顿邮报帮大家做了整理，就是说美国呢要求南韩把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3.8%。那要求柬埔寨允许美军进出云壤海军基地，那还有要台湾、印度、印尼都增加军费，采购更多的军武，这还在后头。我们的 GDP 是不是要到5这个百分比的采购哦？这也是我们还没有公布的，后面等在后头的所谓的礼物啊，我们到底吃不吃得下啊？那川普吃定台积电几乎不用怀疑嘛，那所以台积电早就自救，先想办法跟川普直接对口，直接沟通，跟我们政府的这个步调是不用等啦，等政府就只有等死啊。所以这个我们这2天一直看到很神奇的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的言论啊，他说其实台积电本来也要生产成熟的制程，满足汽车业的需求啊，还有一个办法提出来不如把台积电跟联电、世界先进、力积电通通并购啊，拉到台积电系统，他们生产的晶片就算在台积电的晶片出口，也可以得到关税的豁免吗？大家都提出神奇的办法。而川普逼宫 Intel， 其实当初大家最害怕的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除了要去投资美国设厂，还要把那个烂包袱Intel 给买下来、投资下来，甚至交给这个台积电必须一起概括承受。那现在呢，发展下来看起来，川普突然要求 Intel 的陈立武Intel 执行长说是高度涉及跟中方的利益冲突，要他立刻辞职。有总统公开的对他点名，到底为什么呢？这个财经专家黄世聪的分析听起来倒是蛮符合这个所有的数字跟趋势的。他说 Intel 的目前市值大概是800亿美金。49%如果是投资川普去投资的话，大概就是400亿。那400加1650亿加一加，其实就是之前台积电说要投资美国的2000亿美金，非常接近。会不会这个时候要把所谓的Intel 的执行长干掉的目的，就是要让台积电可以顺利的直接入股入主
在 Intel 重新要起死回生，交给台积电来做投资跟营运呢？这是一个大问题。至少之前的所谓的并购说会是什么样的发展，值得观察。而库克，苹果本来也是被川普点名讨厌的领袖之一，那这一次呢，库克似乎豁免了关税。被形容媒体都说啊，关键在于有没有阿谀奉承，有没有 LP 川普啦，吼。那到底 LP 我们不是也是做不到位吗？到底出问题出在哪里？台湾人是只能说一时屠夫呼呼复复，到底差在哪里？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没做什么，还是什么都做不了？川普现在的做法，很多经济学家自己在美国内部都认为可能会重演1929大萧条，尤其是法院现在各州都有在裁定他是不是援引经济权利法呢？苛征全面关税行为是越权是违法的。如果法院真的裁定它失效的话，大萧条自然也会来了。以其中安永首席经济学家达科就说了预估新关税会比去年增加700亿、800亿支出，想要帮忙讲话缓和川普的这个冲击，就说哎呀，这个跟联邦政府7兆美元的支出9牛1毛啦，所以什么讲会大萧条没那么严重。其实美国的整个市场跟经济学家都已经在等待另一波的寒冬。不过官司有没有可能在法院获得逆转，这个比较很难期待。现在川普的确是世界上都没有办法预期的一位政治人物。彬哥，我觉得我们现在当然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难关了，特别是我们的政府从头到尾黑箱作业，然后整个谈判过程也不跟国人报告，所以到底目前我们给了美国什么条件，美国要求我们做到什么事情，我们完全不知道，没有人晓得，甚至连这个关税是20%往上加，也是因为日本的事情出来之后，我们这边才被逼不得不承认。本来政府也不打算跟我们明讲。然后后来就随便用一个我4月就告诉你了，就这样搪塞过去。但是问题是，人家日本、韩国现在都谈到比我们更优惠的状况，而且人家是15%就顶天哦，然后我们是28%是楼地板的。请问一下，这差距多大？那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的关税都比我们优惠这么多，那请问一下，台湾厂商以后在美国市场还有什么竞争力？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当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再来说，政府团队应该现在要全力想办法去跟美国谈判。可是我不知道赖清德到底打算做什么，看起来我们并没有下功夫去做这件事情。那至于说有人建议说最好直接找川普谈，也许墨西哥可以，也许其他国家可以，我们就是不行啊，我们没有这个机会啊。川普不可能直接见我们的。我像那样赖清德应该也很想啊。如果可能，你忘了吗？赖清德毕生的志愿就是走进白宫，他认为他走进白宫就完成他一生的抱负，可是川普不会给他这个机会啊。所以我们不可能走这个管道，只能从另外的方式想办法去接触。那可是呢，像有人就喜欢出主意啊，像我们这位总经专家吴家龙，我每次看他的分析都觉得他好像在写小说一样，他不知道在讲什么，胡说八道一大堆，叫台积电直接并购世界先进力积电跟联电，是怎样？这些公司是台湾是政府开的吗？你高兴合并就合并啊？这是人家都私人公司你可以随便这样做吗？而且你这样做了，你确定美国的关税就不会施展了吗？你确定是这样子吗？所以现在很明显的，美国就是用各种方式逼这些厂商到美国去投资去设厂嘛。所以如果你要用这一招的话，你以为美国不会改变他的条件了？川普随时说改就改了。所以我觉得不要再讲这种天方夜谭的事好不好？然后这个现在美国逼着台积电去买这个Intel， 为什么？因为 Intel 现在问题很大，它的整个技术发展遇到瓶颈，所以他希望台积电不只是资金而已，他连技术都要灌到 Intel 那边去，这才是美国人真正的想法。还有客户名单。是啊，所以到最后的你以为是台积电吃掉 Intel 吗 ？No， 不是啊，到最后是台积电整个被美国人吃掉，这才是美国真正要的目的啊。所以我觉得怎么会有人这么天真呢？以为只是要去救 Intel 吗？根本不是啊，人家就是要把你的技术跟资金一次全部吃掉，就这是摆在眼前的事情，还看不懂吗？这简直匪夷所思啊！那我也觉得川普是大概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一位美国总统直接去介入民间企业的经营，叫他换执行长，还有这种事情，这个人真的是管到捞过界了。那当然，现在他很担心司法会直接遏制他，让他关税政策无法施行，所以他才故意恐吓说这样可能会造成经济大萧条。
但是川普讲的刚好相反，好不好？是川普这样子做，如果他继续一意孤行下去，这关税持续这样乱搞的话，真的会造成经济大萧条。反而是如果关税能够被美国司法遏制的话，人类可能能够逃过一次经济大萧条，就看美国的司法是不是能够伸张正义。将军也是投资人，我知道你也是投资很厉害的。可是现在对投资人来讲，6日这个时间点公布，哎呦，我们是20加 N 啊！可是礼拜一开盘，大家都抓了蛋，因为接下来台湾的产业不知道还要面临怎么样的寒冬。这个我要替赖清德讲一句公道话了哦，川普这个关税政策不是我们台湾任何一个人，如果说不管任何一个党执政来讲的话，也一定会被川普苛征关税哈。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闪得掉。但是我们要看的就是说，你赖政府在这一次面对川普的关税，你的谈判的手段，还有你给我们的什么样一个交代，我们觉得是只有2个字：恶劣。第一个，我们讲为什么这样讲？第一个，你看为什么日本、韩国，我们台湾来讲应该跟日本、韩国摆在同一个 level 上面呢？那人家日本、韩国可以谈到15%，我们为什么台湾要20%？这第一个，我们就问你赖政府，你说，全世界每一个国家你今天换任何一个党执政，他都会对你苛征关税。但可是我们相对来比较，为什么日本、韩国可以到15%，我们台湾不可以到15%？是不是你的谈判代表很无能？因为你派一个哲学家去谈经济，反而我们经济部长躲在后面一问三不知。第二个来讲的话，日本当初这个原来也说叠加关税，他们说遇到诈骗集团这个他的15%是叠加上去的，可是现在川普突然退回来了，他说没有我们多征收的会还给你们。那我们台湾为什么20%还是叠加关税？这就不公平了。那你在现在要跟我们交代啊？让我最气的这个我们自己的行政院在昨天公布说，这个叠加关税上下去之后，我们台湾的失业人口会42000人。我跟你讲，行政院是保守估计的，绝对不会42000人失业。你想想看，有一个人失业之后，整个那是42000个家庭，再加上如果说他的消费能力减弱之后，可能连带周边的，比如说是经常卖面给他吃的那个小店，可能也会受到影响。民生服务、消费产业，一个产业链，一个生态链，整个都会受到影响。那42000人，你想想这个产生影响有多大？但是我们政府居然讲什么话？那个讲的话真的是用 F 开头，我是很斯文的人，但是你怎么讲呢？你居然跟我们讲说，没有，我们4月份就已经讲过了，你们自己没有注意到。哎呦，那是所有我们台湾所有媒体都轻忽了。只有你你居然推卸责任，用这种话来推卸责任，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听不下去的。但是这次来讲的话，这个昨天我看的工业总会特别讲，它有80%的劳工会受到影响。当然我们知道台湾的产业很特殊，比如说我们这个台积电这个高科技的产业，虽然说是这次虽然说是台积电豁免了但是只是暂时性的，但是它毕竟是少数人了。真的就业的人口来讲，大多数的都是从事劳工，还有如果说是开放进口，是农民会受到影响。那你看这把下去，对我们台湾影响有多大？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政府还在睡觉。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农产品啊，或者市场要开放到什么程度，现在是个谜。然后我们到底还要投资多少，真的不知道。那所以教授，我们看到现在投资人的确，不管是企业家啦中小企业的气氛，其实比较像将军刚刚精准的描述。大家都还好，你还说是我们自己没有发现，大家到底该怎么办？对，因为现在整个这个氛围应该都是紧张啦，会担忧嘛，因为怎么可能会没有影响呢？那我们可以看到，谈判从过程到结果，我觉得这个可进步的空间实在是太多。第一个是谈判过程，大家回顾一下过去几个月，是不是感觉政府默会如深？我们所得到讯息是非常非常少，几乎没有任何的讯息。保密协定。对。而且这保密协定，他说是这个有签，而且是，但是其他国家并没有那么严格的保密协定嘛，所以谈判过程里面感觉起来，我们对于谈判的内容是什么，主题是什么，有些地方其实是可以拿捏、可以透露的。为什么到最后感觉起来，我们好像对整个谈判过程里面，好像我们对日本比较了解哦，日本媒体披露很多讯息，对欧盟也非常清楚，那对我们自己本来是不清楚的。第二点，大家还有印象吗？在最后那个结果要出来之前，看到一些媒体就是政府释放讯息，说我们的主谈判代表非常厉害，好让对手很难缠、很尊敬。我觉得这是典型的造神。要造神我也不反对，但是假设有好的结果，我觉得你要锦上添花，要是说很棒，我都觉得 OK， 无可厚非。但结果都还没有出来，
就开始有这样的讯息出现，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那第3点哈，我觉得现在的20+，大家当然不能掉以轻心了，因为这些天已经有很多的这个产业代表出来讲话了，比如说这个工具机，他说我们跟日本跟韩国其实非常的竞争，那现在日本韩国是到顶是15%，我们本来就是有4.7%，我们叠加上去是24.7%，这个对于我们跟韩国的竞争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那日本的工具机可能会品质更高一些，它的价格可能比台湾的也多10%、20%，但是因为这个关税的这个差异性，所以可能会造成有些购买方可能那我多付一点点钱，我可以买日本的。所以这些都是业者的心声，后面不是一个大厂商、一个大企业而已，后面有无数的员工，后面有无数的家庭，怎么能够掉以轻心？什么时候云淡风轻？这完全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合理。那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心态到底是什么？啊，对美谈判当然是我们现在的重中之重，但是上一节所提到的，目前政府到底有多少的心力放在这方面？还是放在823的这个第2波的大罢免，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糟糕。好，那我要说的地方就是说，就像刚才将军所讲，因为川普是很厉害的谈判的一方，他是用1对1的方法让个别的国家就范。那他有个策略就是软土生绝，就当我们在很多地方上认为说我们要依赖美国很多的时候，那正好投其所好。那基本上就是就范。那当然在谈判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把很多议题做相互的连接，但是以目前的状况之下，即便是我们把军购或是把像一些刚才讲的这个台积电更大规模的一些包括收购投资，通通放在里面，我觉得现在可能都对他们来讲会处于还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地位。这是取决于我们的执政者了。的确，明天礼拜1，我们也不知道股市表现如何，会不会有期待政府官员正式的出来说明，到底我们还有哪些要退要让，不管是一般的民众或厂商要做的因应。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昨天传出来，川普跟拜登，对不起，还在拜登，川普要跟这个普京会面的这个新闻，已经确定在8月15号。那8月15号，昨天在谈的时候，怎么没有乌克兰出席的空间吗？最新消息是说，3人是有机会同框的。NBC 的报道，白宫有意要邀请泽伦斯基，好啦，你也有机会一起出席讨论吗？否则，昨天我们讨论是说，天哪，乌克兰的命运就要让美俄2国自己去讨论决定，他连发言或讨论的空间都没有吗？那如果泽伦斯基可以出席的话，至少还可以为自己的国家争取点权利。3方峰会虽然这个提案还在讨论当中啦，那一名高级官员还表示，这绝对有可能。最后叫做普会倒数时间8月15号。那么美国会不会让俄国不战而得逞呢？因为我们昨天看到的报道很多都是说，看起来川普直接有可能让俄罗斯拿走现在目前已经占领的城池，直接这些土地就归俄罗斯所有的话，来换取所谓的和平。那 CNN 报道，川普宣布把阿拉斯加这块在158年前由俄罗斯卖720万美元卖给美国的土地通过一个叫世纪土地交易的舞台，让基辅交出他至今尚未完全占领的大片土地。也就是说，乌克兰是直接要被卖掉了的概念吗？那普京说跟川普见面呢，纽时的核心目标说，并非是领土扩张，有一项协议才是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促成一份能够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限制北约东扩的和平协议。也就是说，以后乌克兰绝对不能加入北约，甚至要解除武装，那或者是泽伦斯基是不是要下台？上次他提出来的条件是如此，而川普呢，被视为最有能力推动这项协议的人选。那俄罗斯高层现在放出来的消息是说，现在有人在破坏这个协定普会那现在有人不想要让我们这个会谈出现，以至于要用挑衅、假讯息破坏双普会。其中俄罗斯投资事业的特使，也就是川普特别信任的这位德米特里耶夫也是这样讲，不过并没有举
具特别的名词说，是乌克兰吗？还是谁想破坏呢？但普京的动作是非常全面性的，他宣布了要跟川普直接见面的消息之后，立刻展开跟金砖国家，包括了中国大陆、包括巴西的对话。那其中跟巴西的鲁拉总统通话40分钟里头，还特别讲他跟美国的接触的内容啊，俄乌如何近期的和平努力啊，这些状况之外呢，跟中国大陆的习近平主席也是同样的，习近平是说乐于见到双方的透过政治解决危机，让战争可以停下来这样的消息，显然跟上合会马上就要召开，要包括了纪念二战胜利的80周年会议里头，普京8月底要访华，息息相关。那先在跟川普见面之前的所有的跟盟友们的对话，也铺成了接下来跟盟友之间共同对外的各种意见跟形式。当然，五角大厦对乌克兰要做哪些事情，是看到这个真的。想到台湾嘛，会特别替他们心酸，是因为五角大厦一份最新的这个内容被曝光出来。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是说，已经川普允许国防部把原先提供给乌克兰的部分武器跟装备运回美国库存了耶，不是给你了吗？给你们要回来。那说意思就是说，现在美国内部有一些武装设备不足，需要补充的问题，直接从乌克兰要回来，这数十亿美元的装备就可以直接转化为美国所有。那先前乌克兰被承诺的所有，不管矿产协议啊，还有武器的协助，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只能随便川普去玩耍的这样的对象吗？而中俄的海上联合军演，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海军新型舰艇绍兴舰也首次亮相参加，那各种的军武在船舰的发展速度上非常的快，而这次的首次绍兴舰的亮相呢，也被很多的媒体关注，尤其是西湖船也是新型综合救援船首现这个联演当中。但是美军呢，现在军武上面是不是有很多不但一直出现的失事的这个事件之外，也出现居然美军机的零件商被骇客说勒索了，很多的关键的技术资料被骇客给窃取。现在恐吓这家叫做美商捷美航太公司，是上下游很重要的供应商，说如果你不给我多少钱的话，我就准备把这些资料全部都外泄。军武的机密有办法透过这样的外泄就直接影响吗？那攻击的目标好几家，包括设在纽约长岛的企业长期帮美军波音这些生产零件。那看起来美军现在除了整个军武国防上面的删减啊、士气啦，是不是也面临了很多在包括内部的机密防守的问题？彬哥。现在大家当然都在看川普是不是有办法促成俄乌之间停战。那可是你说这个时候突然之间要把泽连斯基也拉进来，那我觉得这个要有一个前提才可能实现，也就是川普已经确定了泽连斯基同意他的要求，因为普丁一定如果他要见泽连斯基，他一定要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也就是你是不是准备承认失败，你是不是要把我要求的，因为普丁的要求非常多。如果按照普丁的要求的话，但乌克兰以后会沦为俄罗斯的附庸，他甚至连个国家的地位都可能慢慢要不保。那当然，现在俄罗斯所占领的地方，甚至他还没有占领的地方，大概整个乌东都要割给俄罗斯，然后自己的军队也不能保存，那更不要说加入北约。所以这么严苛的条件，乌克兰有可能同意吗？如果普丁没有获得这样的先期保证的话，普丁是不会去的，他大概也不会希望泽连斯基来。因为俄罗斯早就已经不把泽连斯基当作交涉对手，他甚至已经不承认泽连斯基的合法正当性了，因为他认为他没有在举行选举，所以他已经不是合法的领导人。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这三人如果真的有机会会面，大概就是乌克兰准备承认失败，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三人会面的几率其实没有那么高。那当然，一切都在尚未定之天，也许川普真的有什么办法去促成他们三方会谈，那会不会到最后又上演上次在白宫大吵一架那种场景？这个我就不知道。不过我觉得这可能性不高了。那普丁现在看起来他在乌克兰战场上面，他自己认为自己是胜券在握，所以任何对他不利甚至要让步的条件，我认为普丁是不会接受。而且现在他正在逐步打开俄罗斯的外交困境，包括跟巴西、跟中国大陆、跟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现在在搞关税这些东西，惹火了很多国家。其实你看，印度最近积极在拉拢他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世界的局势正在改变当中。中俄联手，甚至中俄可能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在对抗美国。
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战略格局可能正在陆续发生当中，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积极的去看。那至于说美国的武器的问题，其实你看，光是一个稀土就卡住美国一个很重要的命脉。它现在很多高科技武器，它几乎没有办法做，因为它没有稀土的库存。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现在已经很明显的捉襟见肘，它恐怕所有的武器它都必须珍惜，不像以前这样子随手大笔一挥就是这边送多少那边送多少。现在美军恐怕担不起这样的损失，所以他是不是可能从乌克兰把武器拿回来？我认为是非常有可能，因为美国的武器生产已经严重不足。将军，俄乌战争3年多，这一次是不是有可能普会决定战争能不能停下来？不会哦，为什么呢？我们看这次的会谈是谁先谈的？我跟你讲，时间上面你看有多急。8月8号那天大概普京召见这个，他叫那个谁过来，我们不要用外交辞令就是沃科夫你过来，我跟你讲那沃科夫过去谈了3个小时，3个小时打了3年战，有没有可能说是讲3个小时就结束？不可能嘛！那就是跟沃科夫讲说，你们川普急着要见我，我答应跟他见面，但是我现在几个条件1、2、3讲出来以后，你回去问你们川普答不答应？答应我就愿意跟他见面。好，这是8月8号。然后就前天台湾，我讲的是台湾时间8月8号，双方原来传出来讯息还是在阿联酋见面突然8月9号，就昨天早上突然变成阿拉斯加，然后你这讯息有多快？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这个普京会答应跟川普见面，只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川普要个面子，我给你个面子不然的话你继续在那边闹下去没完没了，到时候你万一把事情闹大了，我也承受不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这次谈判。我们经常讲一句话战场上面谈交战双方的谈判，一定是如果你在战场上面得不到，你也休想在谈判桌上面能够得到。但是相对的，如果说是他在战场上面已经得利来讲的话，他也不可能在这个谈判桌上面他让出去。现在你看战争的局势是怎么样嘛？就是顿巴斯那边几乎，我现在讲乌克兰几乎是全线溃败了，几个重要据点，查苏夫亚已经完全沦陷了。红军村现在大概已经剩下倒数计时了。那如果这边一溃败来讲的话，这个俄罗斯的部队就是一马平川，直指涅伯河了。那你这个乌克兰还有什么底气去打？其实川普也看得出来。所以这时候谈判，那普京为什么答应在这时候谈判？第一个我刚刚讲了，他给川普一个面子；第二个来讲，他这次谈判来讲，他要好还要更好。普京不是简单，是很角色他不会说轻轻易易的就说好我就答应你了。大家都想用领土换和平，我跟你讲不会，为什么呢？他现在谈判有一个重点，他讲的是空中停战为什么要空中停战？因为空中来讲，现在对俄罗斯来讲是不利的，因为乌克兰接受北约很多的无人机，像我们3不5时听到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对它的弹药库、油库，还有甚至于喀山的这个莫斯科都实施攻击。如果空中我们不打，我跟你讲，他地面开始就狠狠修理你。当然对外来讲的话，也给你一个川普面子，但地面上面来讲的话，他绝对没有停战。所以说这次来讲的话，纯粹就是演一场戏，给全世界人看一下而已。还有他想拿和平奖大中老师，因为前一天我们大家看到媒体披露普会的时候，没有泽伦斯基的角色，当时乌克兰是非常严峻的言语在呛，他说我们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但如今传出来有机会参加吗？如果是站在泽连斯基角度，他当然希望不要缺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川普从上任之后，他的一个安排谈判的方法就是美俄直接。他认为他可以代表乌克兰利益，用这样的方法去跟普丁打交道。但是乌克兰最怕的地方是，我没有参加，然后我的利益因为你们两个直接的谈判而有所这个折损。我觉得重要的地方是以川普的个性跟他的想法是，他讲很久了，赶快结束战争，不要再死人了。这样对大家都好，但我们也知道他很希望的地方是我不要再像过去一样对乌克兰永无止境的支持。那假设和平有所期待的话，未来在乌克兰战后的稀土关键矿产我可以分一杯羹，这是川普所设定最符合美国利益的。但到现在为止这个谈判我觉得还是有些不确定性，因为乌克兰跟俄罗斯要的东西中间还有一段差距。第一个就是刚刚讲领土那个4个州，按照普丁加法式就地合法化，乌克兰要认，国际社会要认，当然包括所谓的这个克里米亚半岛。这代表说，过去乌克兰领土20%，现在是要无条件的认为就是俄罗斯的，这一点有点问题。第二个，俄罗斯也很狠，他认为说未来打交道的对象不应该是泽连斯基，
你已经丧失合法性，你要下台，我才能以后继续跟你打长远的交道。第三个，刚刚还说讲，北约的会籍的事情是要白纸黑字，乌克兰永远不得加入，永远不要再想。第四点是，未来乌克兰是要中立化，而且要缩减你的军备。现在我们光是关税这个20%加 N， 搞半天呢，原来是有所谓的加 N 的状况。那现在呢，政府就一直告诉你说，我4月份就已经跟你讲啦，是你们自己不清楚这样的解释哦。所以就连外媒呢都点评说，现在台湾已经陷入多重困境了。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关税就是明明白白的，现在比日韩的15%还要高。那现在还有呢，第二点是处于大罢免的风暴。我们8月23号刚刚讲还有一场。另外是第三点呢，台币对美元早就已经大幅升值了，这对于我们仰赖出口啊，这个已经是无疑形成了一个大大的阻碍了。外销企业恐怕就要陷入财务危机了。不过呢，正在这么多的危机的同时很多人说有这样子的人，我们还需要敌人吗？因为有青鸟竟然就说关税根本就不是问题，重点是价格，我们只要在卖出去之前把价格调低，那就可以呢抵消关税啦，你货还是一样卖得出去啊！哇，这个经济学大家虽说真的是一个经济学奇迹那真的太聪明了，全世界都没人想到好了，那以后呢，这个干脆就我们像苏一峰说，我们0元卖0元用送的，那美国也根本就课不到关税啊，是不是就没有美国关税的问题了？还是呢，我们干脆就送台湾给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再次用送的呢？这也就省去了很多的问题当然很多人就在讨论说，现在其实整个关税呢，已经是对产业造成了一些冲击的影响了。然后邱毅就说了，台湾出口是有32%去大陆、香港的，23%去美国。那美国关税已经来到了25%，这样加一加的话，我们大概就是25到30左右。如果这个时候大陆又宣布停掉 ECFA， 那我们不就完蛋了吗？所以大家就联想到20年前这个已故的前立委李敖他就曾经说过，美国在将台湾视为第一岛链看门狗的情况之下呢，又要求台湾要花巨额的这个金额来购买不实用的武器所以这叫什么？这好像是看门狗竟然还要自己买骨头来啃现在大家都说，这根本就是神预言了现在的状况那当然呢，现在这个美台关税是不是有可能涉及到所谓的军购问题呢？因为华邮就取得了一个谈判文件，提到说，川普曾经计划要施压盟友，推动军事部署来遏制中国，而且呢，还其中提到是台湾要增加军购，还要求南韩也要提高军费等等的这些目标那现在评论就认为啦，赖政府搞不好我们换一个角度想，为什么谈判不那么积极？原因是不是刚好符合他所谓的脱中入美的契机呢？因为现在台湾厂商被逼到最后，他们可能就真的只能到美国来设厂了，来建构这个产业链所以呢，从长远来看台湾呢就可以绝于大陆市场而且呢，我们这个高科技的产业从人才技术资金都被美国给连根拔起了。那没能力，可是你反观看这些厂商呢，就会坐困愁城了，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到美国嘛，传产呢就会倒成一片嘛。这难道是为了要符合赖清的脱中入美梦吗？好，我们反观欧盟是怎么谈判的？现在就是说，欧盟的贸易协议当中有一个高招，因为呢，他们实际上是采取所谓的避重就轻的战略因为在台成15%的这个关税的同时呢，他们为了避免付出太过高昂的代价，所以保护了一些具有政治意义的，像是牛肉鸡肉这种敏感的农产品。那他换的什么呢？他就说，那没关系，我就拿龙虾产业来跟你换，因为对他们来讲呢，龙虾不是经济的命脉，而且呢，也没有特别敏感的政治意涵在里头。所以欧盟呢，现在这个谈判策略看起来是不是成功呢？好，我们就是当然给大家对比一下啦。但呢，回过头也要讲川普在这个关税战当中真的有取得胜利吗？因为川普曾经警告说，如果美国法院裁定他
援引经济紧急经济权利法来课征关税是越权的话呢，他说美国经济会陷入另一场大萧条哦。乍看之下，现在看起来贸易战是一面倒啦，川普是赢家。可是你其实盘点各现象呢，就会发现到说，美国是得不偿失。因为首先第一个，你东西变贵啊，就业机会啊，还有呢逆差税收啊、通膨啊、外国投资啊，还有美中的贸易战哦。或者是友邦的关系跟全球的地位哦，这些都让美国呢反而是招致许多负面的抨击。所以呢，也有分析就认为说，就是这个新关税实施之后啊，各国要寻求出口替代市场，很多人呢想要转往中国做生意。那最后美国会怎么样？它就变成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孤岛了。那当然是跟他们一开始哦是没有可能料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了。好，杨老师怎么看说台湾啊现在当然20加 N 欸，结果我们政府还在告诉你说没关系，我这个4月就告诉你了，这厂商都知道哦。可是就连外媒都说我们陷入了这么多重的困境，这真的不可思议。到目前为止，各位有没有看到赖清德出来说明解释关税问题？行政院也没有，只有一个行政院长也没有，新闻稿，行政院长、副院长负责谈判的也没有，经济部长也没有，负责谈判的杨珍妮的谈判代表政务委员都没有。在日本，这整个过程4月到7月底，石破茂经常上电视 ，NHK 也好，别的电视的专访的节目，然后呢被堵麦的时候，他也会回答。在国会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也会回应，他会回应到说，现在我们正在谈判，我们碰了一些产业，美国要我们开放汽车、农产品，我会怎么样的保护，但是可能会面临到怎么样的挑战，我们可能要增加怎么样的采购，那我们希望能够维持就是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关税，话都讲得很清楚，看到政府的方向、努力以及美国的霸道，然后呢，他派的代表斥责亮正。去了8次美国，回来在机场就会回答。结果当他出来的时候，因为从4月没有错，他公布的所谓的对等关税是在原有的关税往上加，这个叫叠加。所以你说20加 N， 其实应该 N 加20，因为这个20是后来加上去的。那个 N 大概是平均落在3%到7%，最多不超过10%。美国之前的关税其实都很低。讲低大概就10%以下，但是当4月份美国讲这个时候呢，他其实是威胁你，他要你来谈，然后呢，所有去跟他谈的都认为说，我们讲的当然是天花板关税咯，对，哪有什么还在把前面的加上去，不管是几%，因为每个产业都会不一样，所以如果真的要依照产业的话，每个产业可能就加个几%嘛，你不要说给我什么10%、20%，这都不合理了，因此一定是天花板，整个过程也都是如此。经济部你自己在中间发布了2个文件，也都是这么讲。然后呢，请问你杨珍妮、郑丽君，你们去谈的时候是说我们在往上加多少？为什么欧盟、韩国、日本都是如此？当日本发现到是被叠加的时候，他斥责亮正第一时间到华盛顿去了解，后来。金融时报就讲清楚，美国川普政府内部的混乱，3个部会，财政部、商务部、谈判代表署相互斗争，协调不力，搞不清楚。谈的人是当然谈的天花板，然后呢，发布的人就以为说我们是往上加，对川普而言多多益善，就怎么样，就这样子嘛。结果人家日本第一时间去跟，我们谈的不是这样子，对不起，好，我们就是用天花板。请问郑丽君，你动作是什么？杨振宁，你动作是什么？赖清德，你动作是什么？你有没有开记者会让我们知道？你有没有赶快去华府这边了解、澄清？然后呢，你有没有说明一下到底现在怎么办？同时，最重要，我也想知道，你答应的条件是什么？对，因为你现在说还在谈，我现在还能相信你还在谈吗？然后倒过来说，我跟你讲，你讲鬼啊！你自己不知道。4月份就一定你自己不用功，还找了一些外围的什么台经院院长说什么台湾的产业界跟这个学术界都知道是往上加的，你们好啊，
从头到尾大家认为当然是天花板，因为太高了，哪有人还那么高还在往上？前面那个3%、7%还往上加，你是挑战人的智慧吗？你没有智慧，还没有能力，为什么还要骂自己人呢？自己不赶快去对美国做了解？那我最重要知道是那个交易条件是什么？台积电又答应了什么？对，我们政府又答应了多少采购？6000亿加上6000亿，1.2兆明年的军事预算呢，占 GDP 的3%。然后呢，你要开放多少市场？现在已经加上了多少？已经是大概平均，再加上10%的关税，连《纽约时报》都注意到了。我还要请问，那你说大家都知道，你经济部贸易局自己办了一个会议，结果呢，人家3000多个人报名，找个律师跟他讲也讲不清楚，无能到了极点，只会骂自己人，是不是因为他们都不是你的同路人？当然了，这个谈判呢，是不是有很多策略上的失当呢？来，左老师。好，我们看到欧盟其实是一个很值得观察的这个谈判对手哈，因为这个里头其实我们看到欧盟呢，因为现在是说跟川普谈判之后把关税降到了15%哦，然后呢，当然它看起来它目前开放的部分呢，有一些看起来欧盟本身也可以承受的。但其实欧盟并不是这么安静啊，欧盟内部现在出现了一些声音，去挑战欧盟这个当时这个冯德莱恩执委会的主席说，你同意说要让欧盟要对美国这个采购7500亿的这些石油天然气，然后呢，你同意要对美投资6000亿，但是美国对欧盟的让步现在还没有落实啊，欧盟已经停止对美国的这个报复啊，但是呢，美国对欧盟的让步还没有落实，哪个让步没落实呢？就是它的这个汽车的关税，本来是27.5%，说要降到这个15%，现在还没有降，所以欧盟现在内部出现杂音。那所以呢，欧盟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能够运用它内部体制来作为对外谈判的一个谈判对手哦，他绝对不会让川普觉得说你跟我谈好了，反正一切就是照剧本走，绝对不是这样，因为它内部有它的程序。比如像说他的这个在最后的决定里头，他需要有55%的这个国家65%以上的人口同意，那么才可以去接受这个最后的谈判的这个结果，那才可以去执行相关的这个协议。所以它还是有空间的，因为照欧盟他放出话讲说，他现在暂停的这个对美的报复，随时可以拿回来，随时可以拿回来，只要美国不对等的去执行他对欧盟的让步，他们随时可以拿回来。所以你看，他是充分的运用他内部的这个机制。当然，现在还有更有趣的新闻爆出来是什么？就大家去检讨说，到底你在美国去雇佣这些公关公司，到底有没有用？有些人就开始做盘点啦，比如像墨西哥跟加拿大，说墨西哥就是仰赖这个他的总统跟这个川普之间的关系，而加拿大呢，因为那个时候他正在选总理，所以说他们各省这10个省有5个省都有请这个公关公司，结果呢谈出来的条件，墨西哥比加拿大还要好，所以人家就怀疑说你这个公关公司到底有没有用？然后有的人发现说，有一些公关公司同样受雇于南韩利比亚或其他厄瓜多，结果呢，厄瓜多跟这个利比亚后来谈判的结果呢反而更糟。那南韩谈出来的结果不错所以有人就说，这个为什么聘请同一个公关公司呢？看起来好像结果不同，甚至有的人认为说，在川普的2.0呢，公关公司可能越来越没有用，因为个人与个人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川普个人又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我们看到其他国家的方法策略以及浮现出来的问题，我认为政府不应该再逃避。应该要告诉人民，到底我们用的是什么方法，我们目前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不要一直说这是暂时的，因为8月7号已经过了，它并没有改变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要开门见山，让人民了解。对，因为你一直说暂时，但其实就是实行下去啦，对不对？来，钟庭哥，你要看就说从这整件事情上来看，第一，美国政府它内部的行政确实是有它混乱之处，因为你想想看，它整个无差别式的这样的一个关税，其实它重点就是前10位，我们是第7位嘛，所以理论上我们的顺序跟我们所被安排的这些部分，跟我们所要被处理的，我们都是在前面，对，所以别人对我们是有一套版本的，
重点是我们要拿这个版本怎么接受的问题。所以我刚才一直在提到，就是说我非常的怀疑，就是说7月26号其实阻碍了我们谈判的时间，而在这之中，你也看到赖清德总统他又多开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战场，就是过境。这几件事情其实一再的，你会发现内政上的726大罢免，外交上的疑似想要过境，然后再都影响了这些谈判的过程啊。那再来就是叠加的部分，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就是你如果知道是叠加，你还谈成这样，那是什么？那叫无能嘛，对不对？你不知道是这样，然后你谈成这样，我们还能讲说，搞不好是美国坏，美国骗了你。赶快去你都知道了，你还谈成这样，就表示你根本没有在意我们的主要竞争国，那就是韩国跟日本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在看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看日本跟韩国，然后我看了日本在抗议，我就说，奇怪，为什么日本抗议，韩国没有抗议？因为韩国早就谈好了。那如果日本跟韩国都谈好了，我们跟他有这么多的产业交错，因为我一再强调一件事情，关税的数字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重点是看我们的 competitor， 他只要跟我们一样，我们都 OK。哪怕今天假设只要台湾、日本、韩国全部都15%，那其实对大家来说，那叫什么？就大家都给15%的这个保护费给美国，但是不影响我们彼此之间的内部竞争竞合关系，产业不会做转移，也不会有所谓的顶多出口一起下降，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有差别待遇的这个状况出现的时候，那就会造成供应链跟产业链的转移，那问题就非常大。而你赖清德应该非常清楚，而我们的谈判，我认为杨丞琳也不是笨蛋啊，他是专业的人士，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事。但重点很简单嘛，我们如果要谈，我们就一定要割肉，那你到底要割哪里？对，那在割的过程当中，如果刚好遇到选举，那你觉得他割得下去吗？那我们是不是为了选举不敢割？可是谁为了选举敢割？日本啊，日本在选举的时候，他不照样，因为他知道什么？因为他知道美国这一次川普这种比较霸道式的谈判手法，他不得不做这样的动作，因为他要保护国家，所以他把选举放在国家之后，他先保护国家，再来想自己的选举，所以他输了。对，那你赖清德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我唯一看到现在这样的解释，我相信老师们大家也都认为应该有这样的可能性，就是他把选举放在国家之前嘛，所以这个谈判才会一直没有结果。然后我认为最后美国就是给你一个惩罚性的，而且你看连上限这些事情你都没有掌握住，那别人的考卷都已经出来了，日本跟韩国的考卷都已经出来了，你是他的主要竞争国，你至少要追上去，要照抄啊。对，你抄也不抄，然后我们现在就这样子，那考个不及格你也觉得满意，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对，当然这个谈判还在持续进行哦。好，我们接下来呢持续看国际的焦点哦，来看到现在是双普峰会哦就要登场了，这个川普跟普京两个人要见面了。8月9号呢，现在已经进行的是英国、美国、乌克兰以及欧洲盟友哦，他们在英国是进行了4方的会谈。那当然呢，现在白宫哦也透露说，可能正在考虑说会邀请泽伦斯基来参加这一场会谈，而且呢还说，因为呢泽伦斯基他也是访问阿拉斯加啊。好，那纽约时报呢就引述了这个熟悉俄罗斯官方思维的这个人士哦，就指出说，普京的核心战略啊，他是不要透过战场来扩张领土，而是最重要的目标，希望能够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限制北约东扩的和平协议，这才是他最重要的。所以呢，莫斯科也有报道就指出说，美俄会谈，你看起来时机点呢，真的也蛮耐人寻味的，因为就这么刚好啊，这是川普对于这个俄罗斯下通牒的期限前一天，也就是说，如果能在这一天谈妥的话，那双方都有个台阶下。那当然对这个美国来讲呢，川普也会认为说这也是释出善意嘛，所以整体的局面上呢，看起来对普京来讲是更有利的。但是你看呢，习近平呢，他就提到了说呢，这个也是乐见说乌克兰的冲突可以用虽然是政治啊，但是呢能够解决是最重要的。可是泽伦斯基他会买单吗？泽伦斯基在得知川普跟普京要见面的时候呢，同时也以交换乌克兰领土为条件时，
他就声明，他说乌克兰的领土是不容协商的，而且呢，要排除基辅的和平协议产生的所有解方，他都不会买账。那俄罗斯高层啊，更曝光说，其实啊是有人不愿意战争结束，甚至呢，为了要破坏，他可能会采取挑衅或者是假讯息的方式展开，那动机就是要延长战事哦。那这是不是暗指说乌克兰接下来会做挑衅破坏的行为，还是说俄罗斯自己不愿意结束这一场战争呢？那另外呢，是外媒也分析说，其实现在有个很危险，就是说川普跟普京之间出现这样子好像看起来很亲近的一个气氛哦，也让川普默许说双方的幕僚可以进行更多的会议，讨论任何停火的协议的细节跟时程。但是未来到底走向会是如何呢？有几大这个可能的结局。第一个就是普京很有可能不同意。普京很不可能的来同意说会无条件的停火。那第二个就是说务实的路线，以及未来会有更多场的谈判。那第三点呢，就认为说乌克兰会设法撑过未来的2年，因为呢美欧军援之下，让乌克兰把前线的让步呢会降到最低，这就可以迫使普京在俄军再度受挫的时候主动来寻求谈判。第四个呢，则是说乌克兰跟北约的灾难啊，乌克兰就只好啊，好吧，那你就自己自力更生吧。欧洲即便是挺的，但是呢也难以扭转整个战局。最后一个就是说呢，重演苏联在阿富汗的悲剧哦。但我们看来这5点呢，只有第3点是对乌克兰相对来讲比较有利的情境了。不过当然，川普现在自己态度也是的。一变再变，反复无常。因为呢，五角大厦的政策主管曾经在7月的时候撰写了一个备忘录，说允许国防部把原先提供给乌克兰的部分武器和装备运回美国的库存。那现在呢，转为补充要日益减少的美国武器供应了。所以这当然又是一个武器上的变数了。另外是呢，美俄的元首说要在阿拉斯加会面嘛，那就很关心说接下来到底会不会牺牲谁呢？那就有评论认为说，乌克兰跟印度恐怕就会成为牺牲品的。为什么呢？因为印度一直被美国指控说他们买俄油，那这也成为川普借口来压制俄方的一个工具所以呢，被白白征收了这25%的惩罚性关税。那眼看呢，这个莫迪现在也是陷入内外交困的状况，所以他是不是也要开始来进行反击了？中国大陆的这个学者呢，就认为说，莫迪其实从去年开始呢，就悄悄调整他对于美国的政策他也是积极来改善跟中国跟上合组织以及跟俄罗斯的关系上有一些明显的这个调整跟突破。好，我们先请教杨老师怎么看说这个双普的峰会啦，马上就要进行了，那也有放话说可能会邀请泽伦斯基。双普峰会，有人翻成普普会，讲台语就不太好听了。然后其实就算泽伦斯基来，我觉得普丁也不会跟他见面。因为不承认他的地位，而且也还没有到达那个时间点，所谓3方的领导人会谈。我现在讲，各位了解，不要把川普看得太高，至少他在处理国际安全、国际战争事务上，我觉得那个能力真的是还不够成熟、不够强。你看他上来之后处理俄乌战争，说本来100天更早是24小时，后来又说了5个月。那是要到8月8号，现在终于他用跟普丁见面的这个机会，希望能够完成，但是呢很难。那同时你看到他自己标榜说，印度跟巴基斯坦的战争是他调停的，是吗？泰国跟柬埔寨的战争是他调停的，是吗？他一天到晚在标榜说自己要领诺贝尔和平奖，可是你看看他支持以色列2个，第一个。被以色列引导到他自己出兵去打伊朗的核设施，结果呢打个寂寞。然后呢，他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持续种族灭绝屠杀，搞得连所有的其他的 G7 的国家，大部分英国、加拿大、法国现在都要承认巴勒斯坦国。全世界不能再忍受加沙居然要被以色列完全占领，然后呢，川普完全不讲话。所以他不太懂得，就是整个国际的局势。他以为他用他的高压的方式、交易的这个态度，就可以去达到国际外交上的目标。
不是那么简单的。你看看这一次的这个双普会有没有可能就是重复以前他做第一任的时候川金会跟金正恩的会面，还3次嘞，从新加坡河内，后来到板门店，他还第一个是跨越板门店的美国总统，好骄傲哦。结果换了什么东西？连寂寞都没换到，什么意思？什么都没有。所以从美国的角度其实不太了解他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东西。因为俄罗斯就倒过来要普丁的角度，他第一个要川普支持俄罗斯的方案，第二个要让美国慢慢的脱离俄罗斯的战场。那俄罗斯什么方案？那就是土地换和平，乌东换停战。川普慢慢的可能会接受，乌克兰会接受吗？欧洲会接受吗？如果不的话，美国会慢慢的疏离俄乌战争。这整个事情其实要从普丁跟俄罗斯的角度看的会比较精准。更多的国际内容马上回来。因为我想很有趣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选在阿拉斯加？阿拉斯加原来是俄罗斯的领土，后来俄罗斯在1867年卖给了美国，然后所以这是俄罗斯的领袖第一次到了阿拉斯加来。那你把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放在这个会议的这个里头你就会发现到说，其实川普跟普京这场会面放在阿拉斯加举行，其实有更广的意义，不是只有处理到乌克兰的问题，还有处理到什么？两国的经济合作。因为过去就是因为俄罗斯当时需要资金，所以把这个土地卖给了美国嘛。那现在俄罗斯的领袖来，当然两国就是谈双方还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经济利益啊，包括北极圈包括其他的这些双方有可能开展的这些天然气的这些合作因为阿拉斯加正要准备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天然气的开采嘛，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脉络底下，你再去看俄乌战争，那可能就是一个另外一个议题。虽然大家都关注俄乌战争，但是川普很显然他的一个构想是，他要恢复跟俄罗斯的关系，在这个脉络里头去解决乌克兰的问题，而不是他要先解决乌克兰问题，再去开展俄美关系、美俄关系。所以我认为这样子的事情，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当然就使得欧洲国家非常担心。所以现在这个欧洲国家，英国、法国跟这个泽伦斯基通话之后，大概3点。第一点就是说，没有乌克兰参加不算数。第二点，所有的领土不能用这个强制力，不能用战争的手段去取得。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当然就是说，必须要先停火再谈判，因为现在俄罗斯的想法显然就是说，要先谈判有结果才有停火。那乌克兰说你要先停火，我们再来谈判。那当然这里头其实最吊诡的、最有悬念的问题就是到底怎么进行领土交换？是不是俄罗斯要把这个什么扎波罗热还有科尔松这个地方要进行交换，还是俄罗斯根本不吐出这里的土地，就是要乌克兰放弃乌东的这2块地方？所以我想这个大概是未来大家密切讨论的事情。对，持续来关注这场会面的进展。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现在刚好面临一个历史上面的既视感，就是说当年在关税战的时候，其实胡佛总统1930年代这个斯姆特霍利法案就是一个关税战的，后来导致大萧条，后来导致各国极端主义，所以之后发生了希特勒，然后希特勒去并吞了捷克，我们叫慕尼黑协议。那现在这个双普峰会如果没有乌克兰的参与，那根本就是现代版的慕尼黑会议慕尼黑协议当初就是在英法然后这样的一个德3国的这样的，还有意大利4国的这个协议底下，然后就把捷克的未来谈好了。那双普峰会如果没有泽伦斯基的参与，那基本上它就是现代版的这个慕尼黑协议。但如果有泽伦斯基的参与，以他之前跟这个他们之间跟川普之间的对话，那个你没有排了这样子的一个部分，观众朋友会相信泽伦斯基在这里面到底有多少话语权吗？